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，绝对是让人大跌眼镜的一段跨海恋情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网恋奔现有时候真的会出现反差巨大的情况，但结局却往往出人意料。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女主角吧，她叫林雅玲，今年不是32岁，其实只有27岁，是上海证券大亨的千金。别看现在她住在合租公寓里，曾经她可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女。雅玲从小就被父母精心栽培，国内读完高中后就被送到英国留学，学的是金融专业。她不仅学历高，还有着大家闺秀的气质，知性优雅，谈吐不凡。回国后，本来父亲计划让她接手家族企业的一部分，前途一片光明。谁知天有不测风云，就在雅玲回国半年后，她父亲因为内幕交易被抓，最后锒铛入狱。这个打击对于雅玲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，家道中落不说，更让她心痛的是，母亲居然在父亲入狱后不到3个月，就改嫁给了另一位富商。妈，你怎么能这样？爸爸才刚进去啊，雅玲质问母亲。傻孩子，你以为我想吗？你爸做的那些事情连累了整个家庭，我不这样做，我们的日子怎么过？母亲一脸无奈地说。雅玲无法接受母亲的选择，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，从千万豪宅搬出来，只身一人住进了合租公寓。曾经锦衣玉食的大小姐，如今靠做家教维持生计。这样的巨大落差让雅玲一度陷入抑郁，她原本交往的男友也在父亲出事后迅速消失，朋友圈也瞬间缩小，让她彻底看清了人情冷暖。世态炎凉啊！每当雅玲回想起过去，总会感慨万千。就在雅玲生活最低谷的时候，她在一个读书交流群里认识了来自台湾的陈俊豪。俊豪今年33岁，是台北一家科技公司的工程师，平时喜欢阅读和户外运动。两人因为共同喜欢的一本书展开了讨论，慢慢的就聊开了。雅玲被俊豪的知识面和谈吐所吸引，而俊豪则被雅玲的聪明才智和坚强性格所打动。网上的交流很快从读书群转移到了私聊，两人几乎每天都会聊天到深夜。你知道吗？跟你聊天是我一天中最期待的事情。俊豪在一次视频通话中对雅玲说，我也是呢，感觉你总能懂我在想什么。雅玲甜甜的回应。在交流的过程中，雅玲得知俊豪来自一个普通家庭，父母都是教师，家庭氛围很好。他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台湾顶尖大学的计算机专业，毕业后进入了科技公司工作，现在是团队的技术主管。其实台湾跟你们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。俊豪曾经这样告诉雅玲，虽然我们的 GDP 总量比不上大陆的一线城市，但是生活品质很高，社会保障完善，医疗水平也很先进。雅玲对台湾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影视剧里，听俊豪这么一说，才慢慢了解了真实的台湾社会。我们台湾人其实很重视生活品质，不会像你们上海人那样拼命工作。周末一定是属于家人的时间，公司加班也不会太晚，俊豪说。随着了解的加深，雅玲对俊豪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向往，而俊豪也对雅玲的经历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和欣赏。你能在那样的打击下还坚强的生活，真的很了不起。俊豪真诚地说，换作是很多人，可能早就崩溃了。雅玲心里暖暖的，这段时间以来，俊豪的鼓励和陪伴让她重新找回了自信。网恋半年后，俊豪提出想来上海见面。我觉得是时候见面了，我想亲眼看看你，牵着你的手走在上海的街头。俊豪充满期待地说，雅玲既期待又紧张。期待的是终于能见到朝思暮想的人，紧张的是担心现实中的自己会让俊豪失望。毕竟他现在的生活条件和以前相比天差地别，合租的小屋子简陋又拥挤，做家教的收入勉强够自己生活，根本没法请俊豪住好酒店或者带他去高档餐厅。你别担心这些，俊豪似乎看出了他的顾虑。我不是那种讲究物质条件的人，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，不是你的家境或者现在的生活状态。雅玲被俊豪的真诚打动了，同意了见面的请求。就这样，在网恋半年后，俊豪终于踏上了飞往上海的航班。雅玲早早地来到了浦东机场，紧张地等待着俊豪的出现。
当他看到俊豪推着行李车走出来的那一刻，心跳加速。俊豪比视频里看起来更高更清瘦，穿着简单的 T 恤牛仔裤，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，一眼就认出了哑铃，快步走了过来。终于见到你了，俊豪紧紧地抱住了哑铃。哑铃感觉自己的心都要跳出来了，欢迎来到上海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哑铃带着俊豪游览了上海的各个景点，外滩、豫园、田子坊、新天地。尽管哑铃尽量选择一些免费或者门票不贵的地方，但俊豪看起来很享受这样的旅程。其实我更喜欢这种接地气的旅行，能真正感受到一座城市的生活气息。俊豪说，渐渐的，哑铃发现俊豪和网上的形象有些不同。他不仅比视频里看起来更加朴实低调，言谈举止中也透露出一种从容和稳重。最让哑铃感动的是，俊豪对他现在的生活状态完全接受，从不嫌弃他住的小公寓，也不在意他经济上的拮据。但是让哑铃感到疑惑的是，俊豪似乎对金钱的态度有些奇怪。明明说自己只是普通公司的工程师，却总是很大方，几乎包揽了所有的餐饮费用，还偷偷给房东多付了1周的房租。就为了让房东同意他短暂入住，一天晚上，俊豪接了个电话，说话时提到了一些哑铃听不太懂的专业术语，还用台湾腔讲了几句英文。挂掉电话后，俊豪像是意识到什么，赶紧解释说是公司的紧急事务。你的公司这么晚还找你处理工作吗？哑铃有些好奇。是啊，最近有个重要项目。俊豪显得有些不自然，台湾的科技公司有时候也挺忙的。哑铃若有所思，但没有多问。又过了2天，哑铃偶然发现俊豪的钱包里放着一张高端黑卡，这在普通工程师身上可不多见。当他问起时，俊豪含糊其辞地说是公司发的福利卡。种种迹象让哑铃感觉俊豪可能有事情瞒着他。终于在俊豪来上海的第5天，真相浮出水面了。那天，哑铃和俊豪正在南京路步行街闲逛，突然听到有人用台湾腔喊道：“哎，不是陈总吗？真巧啊！”俊豪的脸色瞬间变了，转身看到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。张董，好久不见。俊豪勉强笑着打招呼。听说陈总最近在考察上海市场，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。那位张董热情地说，上次在台北科技峰会上，您的演讲真是让人印象深刻啊。哑铃站在一旁完全愣住了，陈总，演讲，这跟俊豪告诉他的身份完全不符啊。等那位张董离开后，哑铃立刻质问俊豪，怎么回事？他为什么叫你陈总？你到底是做什么的？俊豪深吸一口气，知道瞒不下去了。对不起，哑铃，我没有完全告诉你实情。俊豪表情严肃地说，其实我不只是一名工程师，我是新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。什么？哑铃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我的公司主要做半导体设计和人工智能算法开发，去年刚完成了 C 轮融资，估值已经超过10亿台币了。俊豪坦白道。哑铃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，那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没有骗你，只是没有告诉你全部。俊豪解释道，我确实是工程师出身，现在在公司里也还带着技术团队，我只是没有告诉你我的完整身份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哑铃追问。俊豪叹了口气，因为我之前交往的几段感情都因为我的身份出了问题。有的女生一开始表现得很单纯，但慢慢的就开始各种暗示要名牌包包、奢侈品，还有的直接说想让我投资她的创业项目。我已经无法分辨谁是真心喜欢我这个人，谁是冲着我的钱和地位来的。哑铃沉默了，她能理解俊豪的顾虑，因为她自己就经历过家道中落后人走茶凉的痛苦。我能理解你的顾虑，哑铃慢慢说道，但这种不信任感还是让我很受伤。我们相处半年了，你难道还看不出来我不是那种人吗？俊豪握住哑铃的手，我很抱歉。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真相，但又害怕这会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我真的很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刻，那种不需要伪装，单纯因为彼此喜欢而在一起的感觉。哑铃陷入了复杂的情绪中，一方面她感到被欺骗的愤怒，另一方面她又能理解俊豪的苦衷，毕竟他自己不也是隐瞒了自己的年龄吗？
在交友软件上，他写的是32岁而不是27岁，就是希望显得更成熟稳重一些，避免那些只看重外表的男性接近。我也有事情瞒着你，哑铃决定坦白，我其实才27岁，不是32岁。俊豪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，就这样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。年龄对我来说不重要，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，那我们算是扯平了吗？哑铃半开玩笑地问。不，我的隐瞒更严重一些。俊豪认真地说，但从现在开始，我向你保证，再也不会有任何隐瞒。两人决定重新开始，俊豪邀请哑铃去他在上海的酒店套房谈谈。踏进酒店套房的那一刻，哑铃才真正意识到俊豪的身份。这是上海最顶级的5星级酒店总统套房，光是客厅就有100多平方米，落地窗外是浦东的璀璨夜景。你住在这里？哑铃惊讶地问。公司在上海有合作伙伴，所以我经常来。这次是以考察市场为名，实际上主要是想见你，俊豪坦言。俊豪详细地向哑铃介绍了自己的公司和事业。原来，他创办的新科技已经是台湾科技界的新锐，专注于半导体设计和人工智能算法。产品被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、自动驾驶和医疗设备等领域。公司去年营收超过20亿台币，员工近500人，在台北、新竹和上海都有办公室。难怪你对上海这么熟悉，原来是常来啊！哑铃恍然大悟。是啊，上海的市场对我们很重要。俊豪解释道，不过这次真的是因为你，我才提前来的。两人的交谈持续到深夜，哑铃越发感受到俊豪身上那种儒雅中带着锐气的魅力。他谈吐不凡，见解独到，完全不是那种暴发户式的富豪，而是有文化、有内涵的成功人士。其实台湾和大陆的婚恋观念还是有不少差异的。俊豪在聊天中提到，台湾男生普遍比较温柔体贴，会分担家务，很重视家庭生活。大陆的男生则普遍更加事业进取，对物质条件的追求更强烈。那在台湾，像你这样的条件应该很抢手吧？哑铃半开玩笑地问。还好吧，俊豪笑了笑。台湾社会其实很发达，医疗、教育都很完善，女生的经济独立性很强，不会太看重男方的经济条件。他们更注重两个人是否合拍，价值观是否一致，这一点和上海有些相似。哑铃若有所思，但上海女生可能更现实一些，会直接考虑房子、车子这些具体条件。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点，俊豪说。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两个人能否相互理解，彼此尊重。哑铃点点头，心里却在想，如果俊豪早点坦白身份，他的反应会不会不同？知道他是身价上亿的 CEO， 他是否会更加珍惜这段关系？就在哑铃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俊豪突然说，其实我很欣赏你现在的生活态度。从千万豪宅到合租房，换做很多人可能会崩溃，但你却坚强地面对，靠自己的能力生活。这种坚韧和独立是很多出身富贵的人都没有的品质。哑铃心里一暖，我也别无选择啊。不过这段经历确实让我成长了很多，学会了珍惜，也更懂得了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。所以我们现在算是重新开始了吗？俊豪问道，眼神中充满期待。哑铃沉思片刻，给我一点时间考虑吧。我需要好好想想。俊豪尊重哑铃的决定，送她回到了合租公寓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哑铃的内心经历了激烈的斗争。一方面，她对俊豪有真感情，他的优秀、体贴和对她的尊重都让她感动。另一方面，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后，她又担心自己是否会不自觉地被他的条件所吸引，变成自己最讨厌的那种功利的人。更重要的是，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上现在的俊豪。他现在一无所有，如果和俊豪在一起，会不会显得自己是在攀高枝？父亲入狱，母亲改嫁的家庭背景，会不会成为俊豪事业上的污点？带着这些疑问，哑铃约俊豪在外滩的一家咖啡馆见面。我想了很多，哑铃直视着俊豪的眼睛。我承认，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后，我有些动摇。不是因为你的钱或地位，而是因为我担心自己配不上你。什么配不配的？俊豪急忙打断，感情不是用条件来衡量的。但是现实中，很多人会这样看。哑铃苦笑，你是新科技的 CEO，
而我只是一个家教老师，父亲还是因内幕交易入狱的罪犯。这样的差距，你真的不在意吗？俊豪握住哑铃的手，我在意的只有你这个人，你的善良、聪明和坚强。至于其他人怎么看，那是他们的事。再说了，谁规定 CEO 就不能爱上家教老师了？哑铃被俊豪的话逗笑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曾经幻想过遇到一个能够扶持我的成功人士，帮我重回巅峰。但现在我遇到了你，却开始犹豫了，因为你怕别人说你是攀高枝。俊豪一针见血，哑铃点点头，也怕自己无法融入你的圈子，成为你的负担。傻瓜，俊豪轻声说，你知道我最欣赏你什么吗？就是你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，你落魄了，但从不自怜自爱。你喜欢我，但不是因为我的身份和财富，这种品质比什么都珍贵。那我们之间的差距呢？哑铃还是有些担忧。什么差距？俊豪反问，你是海归，有着丰富的知识和见识。你经历过大起大落，比很多人都更懂得生活的真谛，这些都是无价的财富。至于物质上的差距，那只是暂时的。以你的能力，未来的成就不会比我差。哑铃被俊豪的真诚打动了，但心里还有一个疑虑，那我父亲的事情不会影响你吗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，父母的选择并不代表子女。俊豪语气坚定，我了解你，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这就足够了。听完俊豪的话，哑铃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。这段时间的委屈、挣扎和不安，在这一刻全部释放出来。我愿意和你重新开始，哑铃抹去眼泪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俊豪好奇地问。我不要你的资助，我要靠自己的能力站起来。哑铃认真地说，我可以接受你的爱和支持，但不要你的钱。俊豪深深地看着哑铃，眼中充满敬佩。我尊重你的决定。不过我有个更好的提议。什么提议？我公司最近在上海分公司招市场总监，负责大陆市场的开拓。俊豪说，你留学归来，懂金融又了解上海市场，是这个职位的理想人选。当然，你需要通过正常的面试流程，我不会干预。这样你就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，同时我们也能一起工作。哑铃眼前一亮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俊豪笑着说，我们公司一直缺乏既懂技术又懂金融的复合型人才。你的背景正好符合要求。哑铃想了想，好，我接受这个挑战。不过我要通过正常程序应聘，不要任何特殊照顾。没问题，俊豪爽快地答应，我相信你的能力。就这样，哑铃正式接受了俊豪公司的面试邀请。经过几轮严格的筛选，他凭借出色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沟通能力，成功获得了市场总监的职位。俊豪对此非常骄傲，看吧，我说过你很优秀。这个位置你完全是凭自己的实力获得的。哑铃也重拾了自信，他发现自己确实有能力，只是之前被家庭变故的阴影所笼罩，一直没有发挥出来。丽姐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秘密。小文红着脸说，我和阿伟在台北的最后一天晚上，在淡水老街看夕阳的时候，他正式向我求婚了。哇，这也太浪漫了吧！我惊喜地叫道，他求婚的时候说了什么？他说，小文的眼中泛起泪光，3年前你说我不够格，现在我想问你，我够格成为你的丈夫吗？天哪！我不由自主地捂住嘴巴，这简直太感人了，你怎么回答的？我说，小文眼泪流下来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其实从一开始是我不够格拥有你这样的好男人。听到这里，我也忍不住湿了眼眶。这样的告白和回应，不正是每一个人心中最美好的爱情故事吗？然后他就拿出戒指对我说，那我们扯平了。从今天起，我们都足够好，配得上彼此的爱。小文幸福地说，真是太浪漫了。我在心里暗暗为这对有情人鼓掌。虽然他们的爱情经历了曲折，但最终还是找到了彼此。丽姐知道吗？小文认真地看着我，这次去台湾，我才发现自己当初有多无知。台湾虽然地方小，但处处都很精致，很有人情味。而且他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，对传统文化的保护，都让我非常感动。是啊，我点点头。其实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，都有各自的优点。大陆发展快，机会多，台湾精致有序，
文化底蕴深厚。如果能取长补短，不是更好吗？阿伟说。小文微笑着说，我们的婚礼要在北京和台北各办一场，这样两边的亲友都能参加。他说这代表着我们的爱情跨越了海峡，连接了两地，真好。我由衷的赞叹，这才是真正的两岸一家亲啊。3个月后，我收到了小文和阿伟的婚礼邀请函。在北京举行的婚礼上，阿伟穿着帅气的西装，小文穿着洁白的婚纱，两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婚礼上，阿伟动情地说，感谢命运让我遇见小文，也感谢那句不够格，让我有机会成长为更好的自己。如今我们终于配得上彼此的爱。小文则含着泪说，谢谢你不计前嫌，给了我重新爱你的机会。我会用一生的时间证明我配得上你的爱。台下的宾客都被他们的真情实感打动，掌声经久不息。我站在一旁，看着这对新人，心中满是欣慰。作为红娘，我见证了太多爱情故事，但像小文和阿伟这样从误解到理解，从分离到重聚的故事真的很少见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爱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，需要彼此的成长和包容。1个月后，我应邀去台北参加他们在当地举办的婚礼。看到小文被阿伟的亲友们热情接纳，看到两人在日月潭许下誓言的甜蜜模样，我知道这段跨越海峡的爱情一定会幸福长久。如今，小文和阿伟的爱情故事在我的相亲事务所里广为流传，成为我劝导那些眼高手低的年轻人的最佳案例。我常常告诉他们，不要用表面的条件去评判一个人的价值。真正的爱情需要时间去沉淀，需要彼此的成长和包容。这世界上最遗憾的不是错过，而是错过了却不自知。而最幸运的是错过之后还能再次相遇，并且珍惜彼此。小文和阿伟的故事不仅是一段跨越海峡的爱情故事，更是一段关于成长、宽恕和勇气的人生故事。希望每一位听我讲故事的朋友都能在爱情中找到那个让自己成长，也愿意陪你一起成长的人。这就是今天的故事，我是丽姐，下次再见。